所以这一集会介绍老台北的4家店，基本上都是我常去的店。现在刚好是11点11分哦，这个地方老台北人的日常美食，我几乎没有这么晚来过，我都是很早买了我就走。我好像只有1、2次坐在这边吃，但前前后后也吃了20几年。哎呦，你跑去那边干嘛啦？我也想拍你、啊。老板，你要来这边的，你是老板呢。我没有。哦，你这边开多久了？70年。我大概有没关系啦，就是大概有20几年，我有来吃，我前后大概吃了20几年。我知道你有外带啊。我基本上都外带，我只有一次坐在这边。好，我要一个油饭，然后一个肉羹。大中小。小的就可以。小饭肉羹。对，然后一个白菜卤跟豆腐，对，高丽菜跟豆腐。你会听到飞机的声音经过，因为这边离这个松山机场不远哦。从我还没有录影到开始录影，我基本上是买了外带我就走。那这边我基本上我吃都这样，然后它的肉羹是清爽，不是那种勾芡很重的那种。早期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台湾的早餐，因为他们很早就开始开了，为什么早餐会有油饭这件事？因为早期人都是务农，你要是去中南部，还有什么大米啦。对不对？或者是油饭呐，或者是任何，他们就吃饱了之后再去上班。他也是到现在，他们从这个早上就一直开到中午。我记得下午来他们就没开了。然后它的肉燥不是属于那种很肥的那一路，它有瘦肉有肥肉。然后你油饭它本身就是比较有咬劲，比较结棍一点哦。那你把肉燥淋上去之后，它上面那一层就会带点水分，就剥起来就比较好剥开。这也是我喜欢吃油饭的原因。那我们觉得还有一个，就是因为糯米它耐饿，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人家朋友打这个高尔夫球的时候，他那天开球开得特别远，体力特别好。我们不是说你是加500吗？没有，他是加油崩掉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这样讲。不然一看你要给他加油，要不要给他加油封啊？所以很多的油饭店，包括有一家我也常去吃，在巴黎那边。下次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拍，那家也是，那家更早，那家早上5点就开了。就有很多种模式，但我个人真的喜欢的就是那种没有太多粉，外面沾一点，要去用泡的。我自己做肉羹也是差不多走这一路，芡我也不喜欢太多。因为它这样子的有一点粉去包着这个肉羹，它但肉羹有腌过，然后粉在爆了之后下去，然后用泡了，所以它肉会特别软，好吃啊。然后卤高丽菜、卤白菜，我也是老台北人一定会有。它的那个卤蛋看起来就很入味。老板，你这卤蛋卤多久了？好几个小时哦，很少看到卤蛋这么黑的呢。这鸭蛋聪明。其实早期你要去中南部很多地方也是一样，很讲究的蛋都是用鸭蛋，因为鸭蛋比较香。汤啊，你看，它卤到里面都有颜色，卤到里面有颜色也就算了，它的皮是 Q 的，很像内铁蛋，只是没有皮。对。但是你可以明显看到它的蛋黄比较大，香气比较有。好吃。这一家很简单，叫双连银鸭汤它讲是讲银鸭汤，但是我从一开始接触它的时候，我是吃这个油泡的麻糬。你猜大概几年前40年前，再加5年，45年前。他们以前这家店现在是在民生西路，早期是在双连街里。然后我还记得它是一个摊子，然后前面有长板凳，我们永远都坐在那长板凳，那我就会看着它从油里面把麻糬捞出来放去，然后撒上
这个花生粉跟糖，然后一定会配一个茶。这个是那时候对我来说，当然我必须讲啊，在那个年代，我那个年代，你说像这种甜点店或干嘛不多，所以这个对那个时候来说已经是天花板级的甜点。我刚以为你要整个塞，我想说他会给哦，我就是有一次差点噎到，我后来就吓到，就慢慢就每次都一小块嘛，现在再减一半。我小时候也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家附近，它是像米德那样子的，会推车，然后就在修麻吉哦。有吗？对，我们家那个错了吧？熊霸掌吧？修麻吉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哎呦，还是消仙草。修麻吉。是哦，那基隆就不是那么清楚，对不对？10年如一日，热的麻吉吃起来它就是香气特别好，不像你有时候吃一些热食，当然是热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吃就很香，但冷掉就没那么香，但是很好吃。你们家的那个修麻吉也是这样子吗？对，那它有芝麻口味。哦，那也是热的吗？它可是推那个油呢？我印象中好像泡在糖水里面，不是，对啊，然后捞起来这样，然后就剪，撒粉。还是这个其实是泡在糖水里面？对啊，好像是糖水。要不然我记错了。香吧？有可能呢。如果是的话，真相大也白。原来45年我就误会了。你把它当成泡啊？我把它当成泡在油里面的，因为小时候以为是油啊。最开始是有，再加是吧？我没记错。糖水。哦，对，正宗哎，厉害！失敬。不吓我一跳。如果现在发现是糖浆，我45年都白活嘞，太可怕了吧？但我必须说，这个我没有吃过。你很奇怪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到一间店就只吃一样东西，然后永远就只吃那样。我好像真的都是吃一样。对啊，你就到那间店，你不会想要吃其他的，你就只吃那样。就是谁带你去吃那样，你就一辈子吃像那样。个，好，我举个例子，这是不是很特别的一点？但现在又有点乱掉。就以前，就讲你们也可能要不知道，以前中华路知道吧？中华路总知道啊，有个点心事件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。对不对？点心是我最常去吃，我就是点3样东西：锅贴15颗，酸辣汤，再加一个豆浆，冰豆浆。哦，那对我来说是标配，对不对？豆浆撇开不讲，后来点心事件就收掉，收掉之后开始拉开之后呢，以前在顶好那边，不是顶好，明耀后面那边也开了一间点心世界，但你一去吃也不对，我忘记是它的锅贴还是酸辣汤不对，锅贴是对的，酸辣汤不对，还是酸辣汤是对的，锅贴不对，反正不知道，就是不对。后来问了一下，就是说他们是分家了。那分家之后就去到另外一家，锅贴是对的，酸辣汤不对。对，你就很想把它凑在一起。我不要了，我在那段时间我就只去那家吃锅贴，然后去那家吃酸辣汤哦。你知道我对吃的有一种莫名的坚持，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哦。从早期的市场，我只在士林的市场跟健谈的市场，然后慢慢开始走到别的市场，现在有可能我还会去南门市场、东门市场、西湖市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都很有趣。你是不想聊哟？来录这一间稍微小尴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来过这边啊。为什么会来这边？是我父亲、我爸他介绍。从刚刚坐下来到现在菜上来，严格说起来，个人是络绎不绝，没错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因为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父亲介绍，所以我们不能偏袒，你知道？所以我们今天请了小编一起坐下来，但我发现我找错人。对，因为小编说鹅啊，我最喜欢吃鹅啊了，那个鹅啊就100分啦，对不对？而且它很特别的，鹅啊的卤肉饭我没吃过，我没吃过啊。你看鹅啊卤肉饭，而且我说的台南有时候叫肉燥饭，霸寿本。以前我一直以为肉燥饭是北部的，然后是碎肉，对，没有肥肉的。对，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，霸寿本就是台南这边，又来了，你这鹅啊煎也太很漂亮，浮华了吧？还有冰花对啊。难怪我爸会介绍这边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哇，青蛙你也太便宜了。我们一直讲说鱼羊鲜，其实很妙的是，只要任何的海产
跟肉放在一起，你光是说它撇开它的鹅啊，先撇开肉燥饭的这个肉燥已经做得很好，对不对？而且它那个肉燥饭那汁也没给你再浪费，你看里面的汁是有的哦，有的只有上面一层的，下面是白饭哦，对不对？吃的嘴巴会黏，会黏。这个是很不错的。好，加崩该配菜，对不对？鱼皮听说你没吃过，我没吃过，对不对？吃，可是它有带一点肉，有点肉，好吃。我妈妈很爱吃石螺，但她每次只要以前我们小时候煎石螺，我们都快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鱼刺太多不好咬。哦，那时候没有虱目鱼肚，也没有去骨的。对，我觉得它的鹅啊，因为老板娘力推，应该吧。哦，对，它的鹅啊跟不一样吗？还有更穿得更清楚，穿烫穿得更清楚。那难怪你爸会来啊。看这个，就是我们刚刚做隔壁桌的大姐介绍的，这个算是我看过的鹅鸭蟹里面算浮花的，还有冰花，难怪他说好吃。这个我很好奇，这一定很好吃，看它煎成这样。因为鹅鸭煎，你知道，我曾经去新加坡出外景，然后新加坡人说台湾的鹅鸭煎很难吃，我吓一跳，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蚝煎嘛，可是他们能跟我们不一样，对，他们的蛋很多。后来我发现是他们很怕黏黏稠稠的东西。对，我也曾经因为 Q 这个字，新加坡的记者特地打电话来问我 Q 是什么意思？到底台湾人讲 Q 是什么意思？对，那 Q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台语嘛，金 Q 金 Q， 那可是 Q 你也说不上来中文是什么，所以我们把它翻成 Q， 很 Q 弹。还有，蚵仔煎真好吃。你很少吃到蚵仔煎有这种脆口感，鹅啊也有煎到，恰到好处，酱汁不至于浓重，跟鹅啊是搭了起来的，菜放的也够，而且它的酱，它不至于浓重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不会很割，有一些是那种勾芡到割的。对，今天以后我会常来吃的，好吃哎，你爸总推，真的。唯独说真的，觉得小遗憾了，因为说真的，像那种鹅啊，那种虱目鱼专卖店，我其实基本上如果有机会，我就会吃什么，吃煎鱼肠，那这边没有，但可以理解了，因为我曾经听过，台南的朋友在讲虱目鱼，他说，但他讲的是不是那么玄我不知道，他说虱目鱼从捕捞起来每10分钟掉一个新鲜度。哦，所以鱼肠那种就是要在一定要，就最好是在原产地。就台南、高雄就是很得天独厚，因为他们有屠宰场，他们有养殖场，所以那边相对的，比如说像虱目鱼就够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比如说像那个温体牛啊、体羊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也好吃，难怪他会说这间，真的难怪他会说这间。下次我爸约我吃饭，我会很认真的说好，我要不要去吃那家？欧家。这家其实是老台北人非常清楚，因为它是一间100年老店，就是在长安西路这边的苦茶之家。但有一个令人扼腕的消息，又是一间名店要陨落，就是他们在这个月5月底，他们就会结束营业。那当然有很多的大家会觉得很好奇，有很多的原因。但我觉得，好比像我们家的店开了40年，我们当时把它关掉，也是很多客人舍不得。哦，那我相信100年他们愿意。没办法的情况下，愿意把这个店收起来，一定有他们的苦衷。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再来拍这一家？你可能说啊，你现在对，要关你还拍？但这个对我来说是我青春的回忆哦。苦茶之家的苦茶，也不晓得为什么，小学我爸妈就带我来喝苦茶，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我也没有说不乖啊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去苦茶之家，所以每次喝了一次之后，每次经过他们家门口都有点阴影，你知道，很怕我爸转过去，被扣得不？对，可是喝着喝着到现在，比如说我们在路贤大主厨，或是在很多时候喝苦茶，我也就不觉得苦哦。有时候人生是苦，但你喝了苦茶之后，人生就甘甜了。
我喜欢那种苦茶刚入嘴里面它那种苦味，但你稍微等一等，它会回甘啊。但有人很怕这个苦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然后这边呢，他们现在也有附这个，就让你喝苦茶的时候可以配这个。因为苦茶它本来就是属于药草，对不对？以前应该讲说，在万华那边有很多的草药店，那些草药店到现在呢，偶尔还是会去。那边的人很有趣，就是你跟他说，最近火气比较大。你就看他拿一堆杂草给你，叫你回去煮，喝着也有效哦。而且我永远都记得，我小时候因为打网球，我的那个球就有一个球趴下去，然后再把那个球捞过去的时候，我把球拍打到这边。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，大概有1、2年哦，我这边每次都隐隐作痛，而且是那种抽痛这样子。然后后来认识了一个这个草药师啊，他跟我讲，我还回去跟我妈妈讲。叫白煮饭花炖猪脑，他说吃2颗猪脑就好了。我真不夸张好嘞。对，所以我说很多时候，但有人说那是民俗疗法或干嘛啊？但是你说现在很多诈骗那另当别论。但民俗疗法或者草药这种，曾经在全台湾这整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华人文化里面会有留下来，不是没有道理。苦茶，对啊，苦茶也一样啊。而且不晓得为什么，我小时候只要来这边喝苦茶的时候，我的动作都是这个样。苦茶片看太多了，不晓得，就他们有拿一本书看而已。这我实在是对不起他们，因为当我们整个团队决定要来录这个苦茶之家的时候，他们说你要吃什么？我说苦茶咯。对，他说这边的蜜芋头很好吃我没有吃过你完全没有，你就来苦茶之家喝苦茶。觉得苦茶之家就是苦茶。我来试它蜜芋头，这是汗颜。就它没有煮到完全松掉，有点 QQ 的这样，然后不会太咸。对，吃的也是百感交集啊。第一次你的代表作，对我来说也是告别作，对啊。第一次也是这样。它也不是糖水，不是，他说就很棒。所以像说真的，像这样子类似这种中式的饮料店吧，应该这样讲吧。对，真的是越来越少。现在我想现在的这个所谓的饮料店，对不对？像雨后春笋这样冒出来，对这些所谓的老牌也是带点冲击。我不晓得剪出来之后，这间店还没有开啦。记住，只要你比如说身体有点燥热啊，对，或者觉得你最近日子觉得苦，不妨来杯苦茶，喝了之后你就觉得原来你的生活是甘甜啊。来了，敬你啦。